中国新年将近，往年此时应是家家户户忙着备年货、盼团圆的日子。然而2026年开年之际，全国各地却弥漫着一股前所未有的萧瑟寒意。工厂倒闭，商铺关门，失业人潮迷茫徘徊，连平日里热闹的年货市场都门可罗雀。债台高筑的企业老板跑路失联，讨薪无门的工人们被逼得爬上高楼，塔吊挥泪高喊还我血汗钱。在贵州，有建筑工人绝望地站上在建楼盘的鹰架边缘，以命相搏，只为讨回1年的欠薪。在深圳，因工程烂尾而薪资被拖欠的农民工拉起横幅堵在项目大门口，身旁的行李显示他们已准备长期蹲守一，甚至一些地方出现教师、医生、公交司机集体维权的身影。他们本是铁饭碗的体制内工作者，如今却因财政困难被减薪欠薪，不得不走上街头。一时间，中国大地年关难过，哀鸿遍野，大批家庭捉襟见肘，大批年轻人郁郁寡欢，对新年的期盼早已变成对未来的焦虑。曾经号称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中国，为何在岁末年初陷入如此凄风苦雨的境况？这场经济的寒冬是如何酝酿而成的？我们今天就来深入探讨这背后的缘由。回溯40年前，中国经济可不是这般光景。改革开放之初，一句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拉开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序幕。从1978年到2010年左右，中国经济经历了全球罕见的连续高增长，无数外资涌入，工厂林立，全世界的订单在这片土地上转化为源源不绝的产品，标志着世界工厂的崛起。千千万万农村劳动力进城，找到了工业流水线上的工作，出口创汇让国家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高楼大厦和平坦公路在全国疯狂兴建，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中国人均收入一路攀升，百姓也从温饱走向小康。在那段黄金岁月里， GDP 年增长率动辄超过 9%， 甚至双位数，仿佛一列飞驰的高速列车，带着14亿人一路向前。许多人相信中国经济奇迹将持续不断，仿佛已成铁律。然而繁荣表象的背后其实暗藏隐忧。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自改革开放以来，主要依赖2大引擎：对外出口和国内投资。长期以来，国内消费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偏低，远不及西方主要经济体。改革初期，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超过1半，但此后一路下降。2006年起至今，常年仅约 38% 上下，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水平。对比而言，美国的消费率约 69%， 英国 65%， 日本 61%， 即便人口结构相近的德国也在 55% 以上。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竟以极低的内需比重来拉动增长，只能透过持续的外需和投资来填补缺口。简而言之，赚外国人的钱，盖自己的楼。这种低消费、高投资、高出口的结构，使经济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和国内大规模资本投入。但随着经济体量愈发庞大，要保持过去那种2位数增长，就必须付出更大的投资规模，占领更多国际市场，渐渐变得难以为继。一旦外需减弱或投资回报下降，经济增长立刻失速，这正是隐藏在中国奇迹背后的巨大风险。真正埋下今日困局的种子，要从2008年那场全球金融危机说起。当年，美国次贷风暴波及全球，中国外贸订单骤减，沿海出口工厂大量倒闭。为了挽救经济增长，中国政府祭出了史无前例的4万亿人民币刺激方案。自此开始，一场持续10多年的基建大跃进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大举举债，将资金浇灌进钢筋水泥浇筑的庞大工程中。高速公路、高铁网络、机场港口、新城开发、工业园区，同时地产行业也被当作救命稻草，在信贷宽松的推动下迅猛扩张。2008年以前，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比重仅约2%左右，而2013到2014年前后，这一比例飙升至 35% 上下，创下世界罕见的投资狂潮。一时间，全中国几乎成了一个大型工地，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各地政府跑马圈地，招商引资，生怕错过这波基建加房地产带来的新一轮经济景气。这场以债务驱动的土木工程景气，为中国再造了一个
短暂的繁荣高峰。在基建和房地产的强力拉动下，中国经济成功度过了2008年的外需寒冬，又维持了将近10年的高速增长。然而，天量投资堆砌起来的繁华，本质上脆弱且不可持续。当一个国家连年把 GDP 的1/3以上砸进造楼修路，其后果必然是严重的资源错配与泡沫累积。与中国此番钢筋水泥狂潮相比，上世纪末日本的平成泡沫都相形见绌。几组令人咂咂称奇的数据可以窥见端倪。2011年到2013年短短3年间，中国消耗的水泥量比美国整个20世纪用的还多。全国粗钢产能也在6年里从年产 6.6 亿吨狂增到 11.6 亿吨。2014年时，中国钢铁产量已占全球近70%，产能严重过剩。高楼拔地而起的同时，传统制造业和采矿业却因为资金过度涌向地产基建而出现产能过剩和投资匮乏，产业结构失衡的危机种下了。更触目惊心的是房地产领域积累的泡沫。在城市化热潮与投机需求推动下，大城市房价扶摇直上，一线城市平均房价涨到了普通工薪家庭年收入的40倍以上。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靠工资买房几乎成为天方夜谭，只能借助贷款举债一辈子。当刚需被房价远远抛在脑后，房地产繁荣也就开始脱离真实居住需求，变成了击鼓传花式的资产泡沫。人们疯狂购房，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投机增值。房价只涨不跌成了全民信条。事实上，早在2015年左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程度就已令人忧心。那时有统计显示，发达国家住宅空置率通常在 5% 到 10%， 而2015年中期，中国城市住房的平均空置率已高达 22% 到 26%。 换言之，每4套城市住房就有1套闲置无人入住。不仅如此，住房总量也远超实际需求。2015年时，全中国城镇家庭户数约 2.5 亿户，但全国在建或建成待售的住房高达4亿套，按户均拥有 1.2 套住房计算，供给比需求多出了 60%。 也就是说，即便那时起停止一切新建，中国已有的房子也基本能满足未来数年的新增住房需求。然而当时房地产开发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上瘾，开发商和投资客更是不愿停下逐利的脚步。这种供需严重失衡的局面注定无法长久。正所谓物极必反，盛极而衰，房地产泡沫膨胀到极致时，也就是拐点到来之日。在经历了将近10年以房地产和基建拉动的高增长后，中国经济从2012年前后开始显露增速放缓的苗头。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后，也意识到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提出所谓供给侧改革，试图纠偏。然而实际操作中，这场改革过于激进地转向产业政策和行政干预，反而导致了国进民退等新问题。政府扩大对市场的介入，加强对投资和资源配置的控制，大型国企在政策庇护下做大做强，而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则受到挤压。由于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内需潜力，决策层当时减弱了对扩大消费的重视，把发力点放在去产能、去杠杆等供给端调整上。结果一方面地方平台债务不减反增，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连年下滑，经济活力逐渐枯竭。可以说2015年前后上马的这套政策思路被许多经济学者认为是严重的决策失误，它并没有真正促进产业升级，反而让中国经济体制部分倒退回以政府指令为主导、投资效率低下的老路。增长放慢的同时，当局还在国内收紧政治控制，在国际上则野心勃勃地追求大国扩张地位。中国领导层误判形势，认为东升西降的大势在握，开始在经贸和外交上采取强硬路线。殊不知，正是这种内外政策的失误结合，加速将中国引向了经济下行的漩涡。国内把房地产当作支柱产业透支未来，国际上又在尚未强大时就挑动贸易争端，后果可想而知。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西方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对中国的依赖，对世界工厂的信任度下降，出口增长趋缓，部分制造业产能开始向越南、印度等地转移。
国内本希望以内需顶上，但多年来财富分配不均与体制问题导致消费不振，根本无法在短期内接替外需成为经济主引擎。屋漏偏逢连夜雨，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更是给本已放缓的中国经济当头一棒。为了防控疫情，中国实施了极为严厉的清零政策，大规模封城和管控持续将近3年，一时间商业停摆，服务业凋敝，无数中小企业熬不过漫长的封控而倒闭关门，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经历了失业减薪的痛苦，甚至被迫靠耗尽积蓄度日。更重要的是，疫情期间极端管制的社会实验彻底击碎了许多人对当局的信任感。事实上，2023年初解封以后，大多数中国人的消费和投资心态都发生了深刻改变。经历过那3年，人们见识了集权统治可以走多远，也明白了明天和意外不知哪个先来的残酷现实。于是企业不敢轻易扩张投资了，宁可把钱转移到海外以避风险，普通民众则变得谨小慎微，再也不敢随意报复性消费，而是倾向于存钱防备不时之需。人心低迷，信心难复，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尽管清零结束后，政府试图通过刺激政策重振经济，但没了信心的老百姓并不买账，即使银行拼命放贷，电商平台发放红包券，也难以让大家像以前一样大手大脚花钱。可以说，疫情这3年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最大改变，除了数字上的损失，更在于心理账户的重创。那股敢拼敢花，对未来充满信任的劲头不见了。在疫情的烟雾逐渐散去之时，一个更大的经济雷终于爆发了，那就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长期以来，房地产业对中国经济之重要不言而喻，有研究估计，其相关产业链加起来占 GDP 比例高达 25% 左右。一旦这根支柱垮掉，影响势必波及全局。2020年至2021年，当局为抑制房地产过热提出了3道红线等融资限制政策，直接导致高度举债扩张的开发商资金链吃紧。起初人们并未太在意，谁知2021年下半年开始，曾经叱咤风云的地产巨头们接连爆雷，恒大集团、碧桂园、富力地产，一连串响亮的名字陷入债务违约和破产危机。全国各地大量楼盘烂尾停工，买了房的业主发现房子遥遥无期，愤而断供停止还贷的事件在2022年夏天一度引发舆论热议。房地产神话的破灭让老百姓对楼市预期急转直下，房住不炒口号虽然喊了多年，直到这时才真正变成残酷的现实，房价真的会跌，而且一跌就是几年。据官方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中国新房和二手房的价格指数连续下行，多数城市房价较高点已下降 20% 以上。一向依赖卖地收入的地方政府也深受打击，土地拍卖门可罗雀，即便勉强卖出，也屡屡流拍或削价，导致2022年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大幅锐减。财政紧缩之下，不少地方政府开始入不敷出，出现拖欠公务员薪资、削减公积金福利等窘况，甚至一些市政府被传出要变卖机关大楼以筹钱的消息。为了开源，各地祭出奇招，有的增加罚款创收指标，对市民鸡毛蒜皮的小违规狠开罚单，有的则翻旧账，搞所谓倒查10年，追捕企业历年税款和社保差额，务求榨出每一滴税水。更甚者，一些财政困顿的地方政府默许甚至指使异地警方对民营企业主采取非常手段，这种现象被称作远洋捕捞式执法。简而言之，就是跨省抓捕企业负责人，借由扣人来逼其家属交出钱财或充公资产。2023年以来，全国已爆出多起此类案例。有媒体统计，当年前3季度就有超过80家上市公司高管因这种手段被异地警方带走调查，极大伤害了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和投资信心。此风气引发轩然大波后，北京最高法院在2023年底不得不出面强调，严禁滥用异地管辖，严禁逐利执法，以平息企业界恐慌。然而有此前车之鉴，许多商人早已寒心，一时间移民润学成了流行词，不少有条件的企业家选择资金外移，人随资走。可以说，曾经中国民营经济是活力全员
而如今私营企业家不是在交罚款、补税款，就是在去往机场的路上。经过这连番冲击，到2023年底，整个中国经济几乎陷入全面熄火的困境。这一年官方公布的 GDP 增长约 5%， 勉强达标，但不少专家质疑实际增速可能只有 2% 左右。而对普通百姓来说，统计数字的意义已不大。他们亲身感受到的是经济冷暖与统计宣称有天壤之别。2024年形势也没有好转迹象，景气指数虽因政策刺激短暂回升到荣枯线以上，但很快又掉头向下。消费持续疲弱，物价多月徘徊在通货紧缩边缘，失业与倒闭则几乎成了经济生活的日常。从城市到乡村，各行各业都在经历寒潮。据中国烹饪协会统计，2024年上半年全国关闭的餐馆数量超过105万家，全年倒闭的餐饮店预计超过200万家。服务业如此，工业制造业也未能幸免，新投资项目寥寥无几。很多老牌工厂不是产能闲置，就是干脆关停，甚至一批外资工厂直接迁往越南等地以降低成本。外贸订单持续缩减，2023年中国出口总额同比下滑，对美欧市场的出口降幅尤其明显。当出口和投资这两驾马车双双失速，本就羸弱的内需更加拖不起整盘大局。老百姓的钱包紧缩，各行业销售萧条，许多企业撑不下去，进一步裁员甚至倒闭，从而形成就业萎缩、收入降低、消费减弱、企业倒闭的恶性循环。这种连锁反应下，大批劳动者陷入困境，仿佛多米诺骨牌一块块倒下。具体来看，中国目前经济的哀况可以用遍地鸡毛来形容，大企业日子艰难，中小企业更是批量死亡。2024年一年，全国注销和吊销营业执照的市场主体数以百万计，其中绝大多数是撑不下去的小微企业，就连向来被视为金饭碗的金融系统也受到波及。统计显示，2024年全国有199家中小银行被注销，主要是一些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这个数字竟比2021到2023年的总和还多。几家农商行倒闭虽非系统性风险，却揭示了基层金融机构资不抵债、经营艰难的现实。传统媒体行业更是举步维艰，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有近700家县级电视台停播或关闭，约2000家县级台面临同样命运。这意味着不仅仅新闻主播失业，大量为电视台提供内容的制作公司、广告商以及演职人员也随之失去生计。可以说，上至金融，下至餐饮，从制造到传媒，无不笼罩在萧条的阴影下。如果用一句古诗来概括，那便是百业萧条。在就业市场上，最能体现危机的莫过于青年人的处境。中国每年有上千万大学生毕业，2023年就业季更是号称史上最难，大约1160万应届毕业生涌入职场，但可供他们选择的体面工作却少得可怜。官方统计2023年城镇青年失业率一度高达 21.3%， 创下纪录，随后干脆停止发布该数据。这一举措被普遍视为此地无银，掩盖不了严峻的现实。大量高学历年轻人找不到对口工作，只能涌向门槛较低的服务业和零工经济，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成了不少大学生毕业后的无奈选项。一时间，本科扫地、硕士送外卖的调侃在网上流传，真实映照了知识阶层就业降级的窘境。与此同时，那些还未毕业的学生们纷纷选择躲进校园继续读，考研热度在2023年达到顶峰，报考人数高达474万人。虽然此后略有下降，但2025年考研仍有近388万人竞争。考公务员亦是年轻人的另一避风港。2024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首次突破290万，录取名额却不到4万，平均竞争比约65:1，热门岗位甚至上千人争一职，可谓万里挑一求上岸，捧起铁饭碗几乎成了年轻一代的执念。这背后反映的正是市场对未来预期的悲观，大家宁可选择稳定低薪，也不愿冒险闯荡。至于那些既没考上研究生也没考上公职的年轻人，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有人拖延啃老，被戏称为全职儿女；有人索性躺平摆烂，
将就混日子，还有人走向社会底层，在工厂流水线或外卖站点重复着人力耗尽的劳作，一整代人的梦想与干劲在经济寒冬中渐渐消磨，这恐怕是比 GDP 增速放缓更令人痛心的隐忧。对广大中产阶层而言，如今的日子也是步步维艰，他们中的不少人过去10多年靠房地产实现了财富积累，如今房价下跌导致家庭资产大幅缩水。有外媒统计，房市低迷已使中国城市家庭人均财富损失约9万美元，全国家庭财富蒸发了约18万亿美元，相当于1年 GDP 的总量。对一户典型的中产家庭来说，房子往往占家庭资产的绝大部分，现在房子成了盖在水泥里的存款，价格跌了还得继续供贷款，如果断供不还房贷，银行拍卖了房子仍可能不足抵债，最后债务人落个房财两空。正因如此，很多按揭一族哪怕生活再拮据，也不敢停止月供。有人感叹，现在就是缩衣节食保房贷，哪还敢消费？当千千万万家庭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时，社会的消费力怎能提振？当前中国居民储蓄率节节上升，银行存款额屡创新高，这其实是民众信心不足的表征。大家把钱存起来，以备将来失业或生病之需，对汽车、家电等可选消费能省就省，结果市场更冷清，企业更难赚钱，最终还是伤害就业和收入，形成恶性循环。在这经济严冬中，普通人的心理压力与日俱增。事实上，社会上已出现一些极端的报复性事件，一些个体因经济绝望和长期郁积的不满，选择以暴力方式攻击无辜者，制造骇人听闻的案件。2022年以来，中国各地陆续发生了数起随机伤人和针对官员的暴力事件，引发舆论震动。心理学家指出，当社会底层感到无路可走，又缺乏正常渠道表达诉求时，这类独狼式袭击就会增多。虽然官方对此严密封锁消息，但从种种迹象看，低烈度的社会震荡正在酝酿。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经济连年萧条，民生困苦已极大打击了公众信心，而当局又不允许正常的示威抗议，长此以往，人们的不满情绪将以非正常形式爆发。可以预见，如果经济继续恶化，这种社会风险还会上升。更广泛的看，一旦经济无法给大多数人带来希望，官民矛盾势必加剧。尽管当局一再强调维稳和严控舆论，但封锁消息、粉饰太平并不能让经济好转，反而会因决策者听不到真话而陷入平行时空般的误判。近期知名经济学家高善文在海外直言中国经济数据灌水，就遭到当局怒斥和处分。另一位体制内学者朱恒鹏仅在私人场合批评了一句，也被拘留免职，整个研究所高层还因此遭撤换。但试问，堵上所有敢言者的嘴，就能把经济问题掩盖过去吗？就像有评论所言，中共越是说谎，越是心虚，领导人越是无能，越要装出高高在上的样子。当今中国经济的窘境恰恰证明了这点，即便官方粉饰太平，民间早已用脚投票，要么干脆躺平不折腾，要么想方设法逃离这艘下沉的巨轮。面对如此局面，当局又能如何自救呢？过去每逢经济下行，政府总有办法通过刺激来暂时扭转颓势。然而这一次，多年的老路似乎走到尽头，传统药方越来越难见效。首先，继续靠大搞基建投资来拉动的空间几乎没有了。中国人均基建存量已经非常高，高铁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再铺下去，投资回报微乎其微，还会让地方债务更加难以为继。更何况，现在各级政府本就债台高筑，财政储备严重不足。据估算，中国政府包含地方融资平台、企业和居民加总的债务规模已相当于 GDP 的近 300%。如此高的杠杆率，使得传统意义上放水刺激的效果大打折扣。央行近2年多次降息降准，市面上钱不少，可贷款需求却疲弱。因为企业看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老百姓也不愿再举债消费。这种流动性陷阱意味着即使货币政策宽松，资金也淤积在银行体系，无法转化为现实经济活力。正如一份高层智囊报告所警告的，
如果不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让经济走出颓势，中国可能陷入类似1929年美国那样的通缩螺旋，重演经济大萧条。然而，据传，当这个报告递交上去时，最高领导人却淡然反问：通货紧缩有什么不好？物价便宜了不好吗？这番话令在场专家瞠目结舌，也凸显决策圈对危机严重性的认识存在偏差。结果，通缩几乎成为官方忌讳的字眼，高层宁可自欺欺人地宣称经济回暖向好，也不愿正视满目疮痍的现实。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中国经济就真的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了吗？理论上讲，中国政府仍有不少可动用的资源和工具，比如数以万亿计的银行储蓄、广大的国有资产等等。如果当局愿意进行深层次改革，例如释放民企活力，改善收入分配，重建国际信任，也许还有转机。然而，正如很多分析人士指出的，阻碍中国走出困境的最大症结不在经济本身，而在政治体制。当前的决策模式下，权力过度集中导致缺乏纠错机制，加上维稳压倒一切，使得经济政策往往服务于政治优先目标，而非遵循市场规律。譬如，为保房住不炒的面子，可以容忍房地产硬着陆伤及整体经济；又如为实现特定指标，可以行政命令要求银行对特定对象放贷而不管风险。种种扭曲之下，即便出台一些刺激举措，也难以精准发挥效用，甚至适得其反。在此情况下，许多国内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前景相当悲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经济增速将持续下滑，到2028年可能跌至 3% 以下。更有悲观者断言，中国正迈向长期滞胀，甚至经济崩溃，未来数年将是极其艰难的失去的10年。当然，预测毕竟是预测，历史也常有出人意料之处。中国经济毕竟体量巨大，韧性犹存，也许并不会发生剧烈的单点崩盘，而是以一种缓慢下沉的方式度过危机。正如俗话说的，温水煮青蛙。目前看来，官方对内依然严控舆论，防范群体事件，希望用强力维稳来拖时间，求转机；对外则小心试探与西方修复关系，比如重启中美高层对话，松动对民营企业的打压等，以期恢复部分信心。但这些动作能否扭转乾坤，尚未可知。展望2026年，中国经济或许还会保持一个几% 的温和增长率，但那多半是靠政府花钱硬撑出来的。保增长背后实际生活水准未必改善，相反，一般老百姓很可能觉得日子更难过，就业没起色，工资涨幅赶不上物价，社保福利还在紧缩，还得缴更多税费来填补政府财政黑洞。年轻一代在躺平和内卷中两头为难，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沉重，老年人则担心养老金未来是否稳妥。可以说，一种集体性的焦虑与迷惘正笼罩社会，而在光鲜亮丽的官方宣传背后，是千千万万小人物的辛酸故事。有人卖了房还不起贷款，最后留下一身债务；有人失业后不敢告诉家人每天假装上班；有人看不到前途，选择逃避甚至轻生。这些微小而真实的悲剧，构成了宏观经济数据看不到的人间冷暖。或许，当前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一如当年日本在泡沫破灭后陷入失落的20年，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抉择：是痛定思痛推进改革，还是继续抱残守缺拖延问题？历史经验表明，经济问题拖得越久，成本越高。很难想象中国能在不改变经济结构和治理方式的前提下自然走出困境。可改革谈何容易？深层次的改革触及权力和利益，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在目前政治气氛趋于保守的情况下，我们恐怕难以对此抱太大期望。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的螺旋式下滑，直到触底甚至崩溃？也未必。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民间社会仍有强大的求生本能和创造力，一旦政策松绑，环境改善，他们有能力重新激发经济活力。此外，国际经济形势风云变幻，如果出现某些有利契机，比如地缘政治缓和、技术突破带来新产业等，
也可能为中国带来意外转机。总之，未来几年中国经济走势虽不容乐观，但也非全然没有变数。结语：中国经济惨状惊人，年关难过，哀鸿遍野。这既是当下写照，也是对未来的警示。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寒冬中，每个普通人都在咬紧牙关度日，盼望春天的再度降临。然而，春天会如期而至吗？亦或更漫长的寒潮还在后头？曾几何时，我们以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理所当然，如今才发现繁华过后满地残骸。一位中国网友无奈地调侃，这场经济倒春寒，不知道还要冻死多少人。笑中带泪的话语道出多少人对现状的无奈和对前景的迷惘。希望决策者能正视这遍地哀鸣，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进行改革，也希望每一个身处困境的国人都能坚持下去，互相关照，熬过这段至暗时刻。历史的长河告诉我们，冬天终将过去，但过冬的方式决定了春天到来时，我们是元气尚存，还是筋疲力竭。对于正处在风雨飘摇中的中国经济而言，2026年或许就是一个关键考验，是奋发图强寻找重生之路，还是在因循苟且中沉沦？答案唯有时间能告诉我们，而我们能做的就是认清现实，积蓄勇气与智慧，为可能的转机做好准备。在漫长寒夜中守候黎明，也许艰难，但总好过闭目塞听，任凭寒意将所有希望冰封。让我们怀着一份警醒与期待，走进这充满变数的未来。经历过痛苦淬炼的中国，也许会在某个时刻再度觉醒，找回前行的方向。只愿那一天不会来得太晚。